毕业拍照时，我默默走到了离苏清雪最远的位置。曾经那么想要的合照，我不稀罕了。上一世她被逼跟我结婚，整整6年我都没有得到她的爱。重生回到向她告白的那天，我推掉了用来告白的定制项链，找到班主任改掉了高考志愿。离得越远，以后和她的交集才会越少。班主任把我的申请表收好，然后说道：“你通知班上的同学，拍完毕业照谁都不要走。晚上大家吃顿散伙饭。”我点头离开，把老师的原话转告给了班长。到了操场后，拍照排序需要花上半小时。柳如烟一脸看破的样子，你就看着吧，林峰肯定会站在离你最近的地方，毕竟你不喜欢拍照，这应该是你们俩的第一张合影，他怎么舍得放弃这样的机会？苏清雪一副高冷的样子，对他这话好像根本不在乎，其实他的目光也看向了前方。今天我好像没主动找他说话，放在以前我肯定就找各种借口，不是给他买水就是找他借笔，用各种理由接近。今天的我却十分安静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因为早上没等他一起来学校生气了，看在每年他都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等他给我礼物的时候，我就当着他面拆开看看吧。柳如烟的话都没说完，就见苏清雪看向我，我靠在周野身边，站在离苏清雪最远的位置，可能他是被人挤过去的吧。话音刚落，苏清雪明显能感觉到周围的气压低了好几度。随便，他冷冷地说了一句。此时刚好苏清雪面前的位置被班上其他男同学占了。林峰，你确定要站在这里？苏清雪在那边呢，你们离得好远。周野明显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小声提醒我，没事，站哪里都一样。摄影师在这个时候喊道：“同学们，要开始了。”我喊1、2、3，你们大声喊茄子。随着摄影师的声音落下，照片定格。苏清雪视线的方向是我，看着笑容灿烂的我，她心里竟生出一丝不爽。有些关系好的同学也可以找摄影师拍合照。柳如烟又捅了捅苏清雪，你就别再高冷下去了，看到没？林峰身边有很多女同学都想和他拍合照，我跟你说，以他对你的喜欢程度，待会他肯定会找你一起拍合照，到时候你可别再端着了。我知道了。苏清雪的心情这才稍微好点，她故意站在特别明显的地方，就是为了等我去邀请她。期间好多男同学要求和她一起合影，她都拒绝了，就只为了等我。只是她看着我被很多女同学邀请一起拍照，我都没拒绝。最后我竟然还主动邀请班主任合影，就是忘了她。站在苏清雪身边的柳如烟最能清晰感受到她的心情。苏清雪就像一个移动的冰箱，走到哪里气压就低。柳如烟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只能打圆场。也许林峰比较害羞，他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是知道的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生气。真想拍照，现在的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拍。苏清雪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一言不发地离开。拍完照片，班长就组织同学们一起去聚餐，直到此刻同学们才彻底感到解脱。毕业聚会上，班主任和代课老师们坐在另外一桌，同学们大多数都去给老师们敬酒。前世我的眼里只有苏清雪，一直都在想什么时候给她告白送礼物最合适。现在我拉着周也主动去给老师们敬酒。从高2选了理科班，就是这些老师孜孜不倦辛勤地教了我们2年时间。时间到了晚上9点，聚餐快结束的时候，柳如烟走到中心位置，拿着话筒说：“同学们注意一下，今天是我们即将分别的日子，是我们毕业的日子，更是苏清雪同学18岁生日，大家祝她生日快乐。今天如果有要告白，有要送礼物的，千万别错过这样的机会。”他一边说，还对着我所在的位置挤眉弄眼。我低头继续吃着菜，时不时点几下手机。听到柳如烟的话，同学们纷纷欢呼起来，开始齐声唱起了生日歌。苏清雪微微皱眉，她并不喜欢这种场合，尤其是在众人面前成为焦点，特别是林峰，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晚上吃饭坐的位置也跟他离得非常远，一晚上甚至都没往他所在的位置看一眼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时时刻刻关注我的一举一动，可我的举动已经能影响到他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，一天积攒下来的怒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此时聚餐也到了尾声，老师们已经离开，还有很多同学高高兴兴地为他唱生日歌，偏偏就是林峰一点都不在乎他，甚至连张嘴唱生日歌都不肯，还在玩手机。他眼底聚满了怒气，在大家唱完最后一句时，起身离开。清雪，等等我，你慢点。柳如烟赶紧跟上。周也担心地问道：“他走了，你没关系吗？”我抬头看他，疑惑地问道：“谁走了？”周也这才确定我是真的不在乎。大家马上就要分开了，还有没有同学来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唱首歌也好啊？班长继续活跃气氛。我突然站了起来，走到一位女同学面前，借下你的吉他，我来唱一首《童年》，希望同学们永远记得18岁。大家很少看到我主动表现自己，平时我都习惯跟在苏清雪身后。同学们马上起哄，来一首，来一首。我坐在凳子上，手指拨弄着吉他，舒缓的音乐响起，我一边弹着吉他，一边轻轻吟唱。一曲终了，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我微微一笑，抱着吉他向大家行礼。有的同学把这段画面录了下来，发到了班级群里。柳如烟此时已经和苏清雪坐着车离开了聚餐的地方，她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群里的视频，点开后，我动听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，她忍不住大叫起来：“我靠，林峰这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！认识他这么久，我怎么不知道他还会弹吉他弹唱？歌也唱得够深情啊！”等一首《童年》听完，她意犹未尽地说道：“清雪，别打游戏了，你快看班级群，我怎么感觉他在故意气你呢？以前的他可没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。”苏清雪本来就烦，听他这样说，游戏里的角色直接嘎了，她气得把手上的游戏键盘摔到了地上，语气不悦：“你怎么一天到晚都提林峰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他以后的事情和我没关系，别在我面前提他。今天是他生日，林峰竟然不给他送礼物，回家也不跟着回来，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，那他又何必在乎林峰？我去睡觉了，你自便。”客厅只剩柳如烟一个人，她觉得无趣，就回家了。晚上10点半，同学聚餐终于结束，我先送周也打车离开，两人挥手告别，又和其他同学道了别，然后慢慢往苏家走。有位女同学和我同路，她忐忑地主动提出送我回去，如果是前
前世，我肯定会拒绝，因为我怕苏清雪误会。但是现在我笑着点头，谢谢你。会不会绕很远的路？女同学腼腆地笑了笑，不会，我大不了晚几分钟回家。我客气地答谢。两人一前一后往同一个方向走，半个小时后走到了苏家别墅。我和她道别，谢谢，我到了，你回去小心点。女同学站在那里没动，似乎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，才鼓足勇气说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可能你没注意过我，但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我也知道你有喜欢的人，但我希望你以后会一直过得很好。我的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，原来我也被人喜欢着。苏清雪不喜欢我，不是我的原因，我也是有人喜欢的。谢谢你，我声音有些哽咽，你是第一个跟我告白的同学，真的非常谢谢你，你的喜欢让我知道，我也是值得被人喜欢的。女同学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告个白，我竟然哭了。她手忙脚乱地掏出纸巾递到我手中，安慰道，其实你很优秀，你是很多女生的白月光，很多女同学都偷偷喜欢你。林峰，你真的很优秀，我也是鼓足很大的勇气才跟你表白的。如果不是今晚的机会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把心里话说出来。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。我擦干眼泪笑了，真心的说道，谢谢你。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加个好友吧，有时间可以一起出去玩。女同学受宠若惊，立刻报上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后，女同学开心的离开了。我目送着她离开，没有发现2楼阳台有一道身影隐在黑暗中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苏清雪嗤笑着看着我，表情说不出的讽刺。她把手机里我唱歌的那段视频，不知道来回听了多少遍。等在这里这么久，就等到我和别的女生拉拉扯扯加 VX 好友，这就是你的喜欢？太廉价了吧？苏清雪冷冷的想，今天是我18岁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一天都无视我，甚至和给你告白的女孩子有说有笑。林峰，你就这么缺女人？你别后悔。直到我进入别墅内，苏清雪才走进自己的房间。她心想，如果我一会来送生日礼物，那她就不再生我的气，原谅我。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否则她再也不想让我当小跟班了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她再三确认自己卧室的门并没有反锁，可等到晚上11点半，依旧没等到我。苏清雪再也忍不住站了起来，打开房门来到楼下，大厅的灯都关了，只有厨房留了个特别小的灯。吴妈睡了一觉刚醒，听到声音就出来看，没想到会看见大小姐，连忙问，小姐你怎么还没睡？冰箱里还有老爷给你留的蛋糕，你要吃吗？苏清雪摇了摇头。林峰呢？吴妈打着哈欠说道，林少爷回来后就回自己卧房了，这会应该已经睡着了，你找他有事，要我去喊他起来吗？吴妈因为太困，没注意苏清雪的脸色，她每说一个字，苏清雪的脸就更加难看，声音比平时冷了几个度。不用，我吃蛋糕。说完她自己去冰箱拿蛋糕。吴妈犯困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大小姐不正常，又叮嘱了一句，小姐蛋糕甜，晚上少吃点，早点休息。苏清雪觉得自己十分好笑，今天推了玩伴的聚会，又推了家里人的聚会，就只想等我给她过生日送礼物。可是1天过去了，我竟然一句话都没对她说，连生日快乐都吝啬讲，甚至还和别的女人拉拉扯扯，不清不楚。她很生气，非常生气，是哄不好的那种。从现在开始，小跟班的位置就不是你的了，除非你先把我哄好，否则我再也不想理你。某个高冷的傲娇鬼，因为心情不好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翌日，我吃完早餐就出门，吴妈欲言又止，林少爷，你不等大小姐一起吗？你们不都是形影不离的吗？我笑着解释，吴妈，我今天有事，我们都成年了，继续黏在一起，会有人说闲话的。吴妈疑惑地问道，昨天11点多，大小姐还起来找蛋糕吃呢，小姐不是不喜欢吃甜食吗？我没有评价，只是说也许她突然想吃了呢，毕竟她是怎么想的，我怎么会懂？她不是不爱吃甜食，只是不爱吃我做的甜食罢了，这一点我早就看明白了。我刚出门不久，苏清雪就醒了，当她坐到饭桌上，才发现就只有自己一个人，便问，吴妈，林峰人呢？都已经9点了，还没起床吗？她还当自己是苏家的大少爷，吃早饭都要我等她。苏清雪的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悦。吴妈本来在花园里浇花，听到苏清雪的问话，忙放下手上的工作，走进来，恭敬道，大小姐，林少爷已经吃过早饭离开了。苏清雪真的被气笑了，他走了，刚放假，他能去哪？吴妈摇了摇头，大小姐，林少爷没有说，不过今天林少爷穿得很帅气，看起来也非常开心，应该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发生。苏清雪瞬间觉得嘴里的面包难以下咽。林峰，你还真是好样的，现在吃早饭不用等他，甚至出门都不用跟他说一声，只要想到我可能是跟昨晚告白的女生约会，他胸口就闷闷的，好像被气炸了一样。最后他忍着怒气把牛奶喝完，重重的把牛奶杯放在饭桌上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身体是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去给你叫医生？吴妈还站在那里等苏清雪的吩咐，没想到大小姐会生这么大的气。虽然平时小姐非常高冷，但不会轻易这样发脾气。没事。苏清雪的声音硬邦邦的又问，她走的时候还有说什么吗？有没有问过我？吴妈摇了摇头，没有。林少爷知道大小姐你不太喜欢他总跟着你，所以他现在应该是打算不打扰你了。硬要说的话，恭喜大小姐你如愿清净了。吴妈试探着说。苏清雪难以置信的看着吴妈，你也知道我不喜欢他，所以我现在应该高兴。吴妈觉得今天大小姐怪怪的，平时也没见她这么爱问问题，更不会找自己聊这些，便说，大小姐，整个苏家都知道你不太亲近林少爷，时间久了，林少爷应该看清了你的心，知道你不会喜欢他，所以他打算不喜欢你了，也是很正常的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苏清雪结束了对话，胸口那股闷气更重了。原来在旁人眼里，她平时表现出来的就是十分讨厌林峰，现在林峰这是打算放弃了，所以高中刚毕业就打算回避他，这样也好，他能彻底摆脱林峰。想到这里，他约柳如烟去商场逛街、打游戏，还是在网吧玩才有气氛。柳如烟倒是没想到某人这么快就不生气了，还会约自己去逛街。他开着车来苏家，看了眼身后问，林峰呢？他不去，他不去。苏清雪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，怎么老是提林峰？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他吧？不然怎么比我还在乎他？柳如烟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就是习惯他跟在你身后了。
他人呢？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？苏清雪兴致缺缺，他已经出门了，谁知道跟哪个女人去鬼混？走吧。柳如烟听到他这样说，也就没再提。我刚下公交，就往昨天商家给的店铺地址走去。刚走进去就有人接待我，还把店长找来，因为我们昨天聊了很多，今天也算是老相识了。你真的确定要退吗？店里这款礼物可是包含了你的心意，一旦退还就绝对没有后悔的道理。店长再三提醒，因为他知道这款项链光预定就要提前3个月，客户能算好日期定制，可见多用心。我点了点头，语气很坚决。店长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想要送的人已经不在我考虑范围内了，所以这东西也没必要留下。店长也不想勉强，便说定制这么贵的项链，又主动提出退还，你的情况我已经理解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店愿意以项链原价的70回收，感谢你对本店的支持。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，连忙点头道谢。那就太感谢店长了，我祝你们店生意兴隆，长长久久。不瞒你说，这笔钱对我太重要了。店长笑着接过项链，我不是老板，我只是店长，这件事是老板同意的。那帅哥稍等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我点头应下。10分钟后，我收到了退回来的35000元。和店长再次道谢后，我就在街上闲逛。2个月的假期，我应该打工挣点钱。最后我看到一家奶茶店在招人，刚好还招短期暑假工。经过和店长的商谈，工资按工时算，1个小时20块，这对我现在没文凭的临时工来说已经不少了。我立马上岗。和我一起上班的服务员也是高3毕业的暑假工，好巧不巧，正是昨晚送我回家的那位女生。没想到是你，林峰同学，你家不是住在富人别墅区吗？你还需要打工挣钱？女生问道。我笑着摇头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住在那里，但我家不在那里，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。这2个月请多多指教。女生名叫刘心怡，是个非常腼腆的女孩。她十分抱歉地说，不好意思，让你想起了伤心事。我不知道原来你是孤儿，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请尽管开口。我无所谓地说，没事，我从小就是孤儿，早就习惯了。我甚至不知道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抛弃我，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陌生人。前世其实有个女人来找过我，但我不愿意离开苏清雪，所以放弃了回到他们身边。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我已经对亲情需求非常淡漠了。2人一边聊天一边干活，时间过得很快。中午一起吃了午饭，晚上9点下班，刘心怡依旧送我回去。而这一幕刚好被苏清雪看到了，她黑着脸一直在花园里等着我进来，见我回来便嘲讽道，终于舍得和你的小情人告别了，你怎么不直接跟他回家？不用转身，我都知道这是谁的声音。我重生到10年之前，心里已经在努力慢慢把她放下了。毕竟是我爱了那么久的女人，我的心，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曾爱过她。如果不是前世被她伤得太深，我根本就不想放弃她。她曾是我的救赎，可最后她给我的伤害才是最致命的。她给我救赎，仿佛就是为了把我推入更黑暗的深渊。其实我非常想问问她，那天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为什么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？为什么不爱我，却要一次次羞辱我？可她不是前世的她了，我却是带着前世记忆的我，所以我们再也不可能了。大小姐等在这里是有什么吩咐吗？请说。我非常平静地开口，语气里的疏离就好像苏清雪只是需要我恭敬对待的大小姐。苏清雪倚靠在花园的围栏上，皱着眉。我喊她大小姐，以前我跟在她屁股后面，厚着脸皮喊她清雪姐，这一喊就喊了3年，现在突然改口，之前她还十分笃定我是爱她的。苏清雪心脏猛地一沉，她原本看到我和那个女生一起回来时根本没放在心上，她知道我为了和她上同一所大学，曾那么拼命读书，心里怎么可能装下别人？可此时她看向我的眼睛里面，除了一片平静的漆黑，什么都没有。以前她只要回头，就能从我亮晶晶的眼睛里看到她自己的影子，那是藏不住的爱慕与依赖。难道真如吴妈所说，林峰不再爱她，不再缠着她了，所以昨天才会不记得她的生日，不送她礼物，今天一整天没给她打电话，甚至刻意回避了她1天。如果不是她特意在这里等，我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回避下去？苏清雪越想越生气，心里像堵了团滚烫的棉花，闷得发慌。一整天她虽然和柳如烟他们在外面玩，可脑海里时时刻刻都是我的影子，还时不时盯着手机，怕错过我找她的信息。甚至下午4点她就提前回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。可她等到了什么？她姿态依旧是那副散漫又金贵的样子，语气却带着不易察觉的紧绷。现在知道喊我大小姐了，之前高中3年，你不是一直喊我清雪姐吗？我没在乎她的阴阳怪气，甚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，拉开了距离，语气依旧平静。以前是我年少不懂事，以后不会了。大小姐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我回去休息了。苏清雪被我这后退的动作彻底惹怒了，她嗤笑一声，压着翻涌的情绪，好一个大小姐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去给我煮碗面吧，我饿了。她其实是介意我刚才的回避，是想找个理由留我一会儿，可骄傲让她说不出软话，只能用命令的语气掩饰心慌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走进厨房。前世我为了她做了4年家庭主妇，她爱吃什么，不爱吃什么，我全都研究得透透的。她不爱吃葱，不爱吃生姜，不爱喝醋，对芒果过敏，关于她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，可她对我却一无所知。在她眼里，我就是个毫无价值的跟屁虫，不值得她花费任何一点精力去了解。这样也好，等我彻底离开的时候，她才会轻易放手，不会为难我。5分钟后，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走出来，面上握着一个荷包蛋，还加了一根火腿，轻轻放在她面前。大小姐，请吃，我就先去休息了。苏清雪突然伸手拉住我的手腕，指尖传来的温度让我一僵。她语气带着几分刻意的强硬，不在这里等着，难道你想让我自己洗碗？其实她只是想让我多陪她一会儿，哪怕只是安静的待着也好。她甚至已经做好了面很难吃的准备，毕竟以前我下厨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可当她挑起一筷子面放进嘴里，熟悉又陌生的味道瞬间漫开，这味道竟然比吴妈的手艺还好。她愣了愣，下意识地说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技术。这话里藏着她自己都没察觉的夸赞。
我却笑了，眼底带着一丝苦涩。前世我做这些，全都是为了让他能多喜欢我一点。可那时候我做10次饭，他最多屈尊降贵吃1次，评价还总是难吃。原来不是我的手艺不好，只是他不爱吃我做的而已。现在他终于说好吃了，这算不算弥补了上辈子的一点遗憾？可只要想到前世的种种，我的心还是像被针扎一样密密麻麻的疼。吃完了吗？我去洗碗。我抽回手，语气依旧平淡。你就这么着急？苏清雪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，她只想和我多待一会儿，哪怕多说几句话也好。我没说话，低头点开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滑动。苏清雪抬头瞥见我，嘴角似乎带着一点笑意，那笑容在她看来格外刺眼。她是不是在和那个女生聊天？不行，她要杜绝这一切。明天我们回京城，反正都已经毕业了，大学也在京城。苏清雪紧紧攥着筷子，努力压着快要冒出来的脾气，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。我惊讶地看着她，前世我们这个时候并没有回京城。我下意识地拒绝，我能不去吗？我在这里还有事，要不你和吴妈回去。而且我的大学不在京城，在离京城很远的地方。我实在不懂她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回京城。以前她虽然是张面瘫脸，一副高冷模样，但很少这样莫名发脾气。这不是跟你商量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苏清雪的声音冷了几分，如果你还有事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处理。她觉得这碗面突然变得难以下咽。林峰不想回京城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女生在这里？可我今天却格外坚持。大小姐，我会亲自和苏爷爷说，我要留下来。啪的一声，苏清雪直接把筷子摔到了桌子上，声音冰冷又带着羞辱。林峰，你就这么贱？没女人不行吗？别人昨天才告白，今天你就非她不可了。虽然前世我已经听过无数次她这样难听的话，可再次听到心脏还是像被重锤砸中，疼得发颤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她要这样羞辱我？看来这面她是不会继续吃了。我压下眼底的失意，一脸平静地捡起地上的筷子，端起碗，转身往厨房走去。哗啦啦的水流声刚好掩盖了我忍不住的哽咽。苏清雪说完那句话就后悔了，她只是太生气，太怕失去了，才会口不择言。两人之间的怒气像积了很久的雷，终于在这一刻炸开。只要想到我可能真的为了别的女生疏远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她想道歉，可看到我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到了嘴边的道歉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5分钟过去，厨房的水声停了，她还没找到合适的时机道歉，就看到我洗好碗，准备转身离开。苏清雪急忙上前拉住了我的手腕，等一下我用力甩开她的手，背对着她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大小姐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既然你这么讨厌我会和苏爷爷说清楚的，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，对你对我都好。我没有回头，我怕自己泛红的眼眶绷不住的脆弱被她看到，那样只会显得我更可怜，而她只会更加嘲笑我。苏清雪原本要说的道歉话瞬间卡在了喉咙里，她看着我决绝的背影，心里的闷痛越来越重，语气也冷了下来。林峰，你好样的，既然这是你想要的，那就如你所愿。她都已经低头准备道歉了，可我好像一点都不稀罕，胸口一阵闷痛。苏清雪看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上楼梯，最终还是没再挽留。吴妈听到响亮的关门声，连忙从房间里出来，看到我独自上楼，疑惑地问道：林少爷，大小姐人呢？你们这是吵架了？我摇了摇头，声音很轻，我有什么资格和大小姐吵架？吴妈，您给柳如烟打个电话吧，大小姐平时和她关系最好，或许是去找她了。吴妈是苏老爷子派来的，专门负责照顾我和苏清雪的生活起居，这3年一直好好的，没想到高中毕业反而闹了矛盾。她这一大把年纪，实在不懂年轻人的心思，可大小姐的安危是头等大事。看着我径直上楼的背影，吴妈心里更疑惑了。以前林少爷最关心大小姐了，今天怎么不管不顾就自己回房间了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自顾自地回到房间，其实今天不算累，可和苏清雪的这场争执让我身心俱疲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早点离开苏家。如果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我没有跳下河救她就好了，那样的话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交集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伤痛了。想到以前待过的孤儿院，我心里有了个念头，找时间去那里一趟吧。院长妈妈以前很照顾我，一日我6点半就醒了，吴妈早就做好了早饭，看到我这么早起床，十分惊讶。林少爷，这都放假了，你怎么还起这么早？我坐到饭桌前，安静地吃着早饭，一边说：我有事，一会要出去。吴妈，您做的早饭越来越好吃了，辛苦了。吴妈听到我的夸奖，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，忍不住多念叨了几句：喜欢吃就好，以前你经常不吃早饭，我还以为不合你胃口呢。你这么瘦，不用减肥，这么帅气的小伙子，没人会不喜欢的。他顿了顿，又压低声音抱怨：就是大小姐平时就高冷，不爱说话，这2天更夸张，动不动就生气，我这老骨头都快经不起折腾。昨天熬到11点才收到她的消息，还是希望能回到以前的日子，只要你跟着大小姐，那时候的大小姐才好说话些。我听着吴妈的话，没接茬，只是安静地把碗里的粥喝完。刚坐上公交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是班主任打来的。林峰，是这样的，你这里有2张大学申请表，一张填的是清北大学，另一张是华北大学。我再跟你确认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想上哪个大学？按你的分数，老师私心还是希望你能去清北大学，毕竟那是首屈一指的最好学府。我的声音透过听筒传过去，带着一丝遥远的平静。老师，谢谢你，应该是我之前放错了，多放了一张，但我已经想好了，最后的决定还是华北大学。麻烦您帮我把清北大学的那张申请表直接撕了吧，辛苦您了。班主任笑着回答：林同学，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，只要你想清楚了，到哪里都能发光。老师这边还有很多事要忙，那就先这样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，忍不住笑了。终于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这一世，我只想远离苏清雪，去一个没有她的地方，活出自己该有的样子。办公室里，老师们一边整理同学们的档案，一边闲聊。班长和学习委员被拉来帮忙打下手。班主任刚挂完电话，就把我那张清北大学的申请表抽了出来，递给班长：把这张撕了吧。语气
气里满是可惜。多好的苗子啊！我们班60名同学，就他选了这么远的大学。班长拿着申请表的手顿了顿。林峰以前跟苏清雪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不跟他去同一所大学？他的心里掀起惊涛骇浪，这可是天大的事。班上谁不知道林峰是苏清雪的小跟班？从高1到高3整整3年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。林峰喜欢苏清雪更是全校皆知的事。现在林峰突然改了志愿，还选了离京城老远的华北大学。如果苏清雪知道了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，怕是要闹翻天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刻意避开了苏清雪，倒也真没再和她碰面，这让我松了口气。我实在怕了，和苏清雪吵架，每吵一次都身心俱疲。可转念一想，我们现在连像样的关系都没有了，好像也没什么可吵的。我只盼着苏清雪早点回京城，彼此能彻底拉开距离。第二天我轮休，早就和同桌周也约好一起看电影。早上醒来，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从床上坐起，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，心情格外好。终于有一天能彻底放松了。我坐着公交先去了市中心最大的书店，想找些调香专业的书提前看看。找到一本合适的书后，我坐在窗边的位置，安静阅读。柔和的阳光像一层轻纱，透过窗户洒在我的脸上，原本就清秀的脸庞显得更加帅气。我微微侧着身子，让阳光更好地落在树叶上，那双明亮的眼睛清澈如水，像2颗璀璨的宝石嵌在精致的脸庞上，安静又美好。这时一个陌生的女同学走进书店，一眼就看到了窗边的我，她忍不住拿出手机悄悄拍下这一幕，发到了一中校友的大群里，还附言遇见真爱了。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她的朋友纷纷冒泡，我去，这简直是我的男神！他是谁啊？想要他的资料也太帅了吧！我宣布他也是我的男神，我好像恋爱了。谁有他的联系方式？他怎么能这么帅气？是哪个学校的？我以前怎么没注意过？求名字，求班级，我现在就去书店偶遇。群里消息刷个不停，甚至有人把照片存下来当屏保。柳如烟正陪着苏清雪练车，手机震个不停，吵得她不耐烦，只能点开群往上翻。当看到那张照片里的林峰时，她忍不住吹了声口哨，快步走到还在练车的苏清雪身边。清雪，你快看群里的消息，这事你要不要管管？苏清雪刚把车开到终点，从车上拿了瓶水喝，语气漫不经心，什么事还需要我管？你处理了不就行了？最近她总觉得前几天的自己太失控，便找了练车的事，分散注意力，又恢复了往日那副淡漠疏离的样子。既然林峰不在乎她又何必揪着不放？我是想管啊，可这人不归我管。柳如烟笑着递过手机，我要是真管了，你估计还得生我的气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也是才发现林峰是越来越帅了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脑袋就被苏清雪狠狠拍了一下，就你嘴贱！苏清雪脸色沉了沉，语气冰冷，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，他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说完，他转身坐回驾驶座，打算再开一拳。柳如烟早就习惯了他的口是心非，故意念起群里的聊天记录，原来他叫林峰啊，长得这么帅，我现在就去新华书店要他联系方式。我男神也太帅了，新华书店是吧？我现在就去偶遇。这话刚说完，苏清雪的动作顿住了，她终于忍不住拿过柳如烟的手机，一条条往上翻，最后视线定格在那张照片上。我只是穿了件很生活化的蓝色外套和牛仔裤，却透着一股以前从未有过的鲜活劲儿，好像比以前更帅了。可其实我一直都很帅，只是以前总跟在他身后低着头怯生生的，才被所有人都忽视了而已。苏清雪的脸色越来越沉，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打字，在群里发了条极具威慑力的消息：所有人把刚刚那张林峰的照片删掉，你们这是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，不删的话后果自负。我不介意让律师一个个找你们谈。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谁都知道苏清雪是金圈大小姐，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。苏大小姐平时从不屑在这种校友群里说话，这是第一次开口，竟然是为了护着林峰。过了几秒，群里又悄悄冒起几条消息：卧槽，苏小姐也太霸气了吧！我都想成为林峰了，想让她这么护着，好可惜我是个女的，不然我也想让苏小姐罩着。柳如烟在一旁看得直乐，调侃道：你这一顿骚操作，要是让林峰知道了，他肯定得感动坏了。要不我现在让人侧面告诉他。见苏清雪没拒绝，柳如烟立刻行动，她在一中人脉广，很快就联系上了周野，再让周野把这事转告给我。周野一见到我就义愤填膺地说：那些女的也太无聊了吧，不知道这样会对你造成困扰吗？还把你的照片发到群里，要不是苏清雪在群里帮你说话，还不知道他们会把照片乱传到哪里去呢。想到那种画面我就觉得恶心，我却依旧淡定地翻着书，好像完全没受这事影响。我把一杯刚点的双倍大杯奶茶推到周野面前，别激动，先喝口奶茶压压惊。周野用力喝了一大口，又接着说：说真的，我真没看出来，关键时候苏清雪还挺讲义气的，她是不是喜欢你啊？看来你这3年的付出总算有回报。打住，停！我赶紧打断他，语气坚定：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我，你就别在这自我感动了好吗？我早就清醒了，以后在我面前别再提他的名字了。小峰，可他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难道你就装作不知道？周野皱着眉问出了关键问题。我淡淡一笑，合上书，我喜欢了他3年，付出了那么多，他帮我这一回就算扯平了吧？周野愣住了，仔细打量着我，你真的已经放下了？小峰，我感觉你变了好多，好像比以前更洒脱了。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我笑了笑，把书放进书包，走吧，10点的电影快开场了，我就买这本调香的书。周野站起身，率先走到书店门口等着。可刚站定，柳如烟的声音就突然响了起来：周同学，这样巧，在这里都能遇到你，你一个人来的？周野回头一眼就看到了柳如烟，还有他身后站着的苏清雪。苏清雪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。周野瞬间想起我刚才的话，知道我不想见到苏清雪，只能硬着头皮撒谎：没错，就我一个人。真巧啊，你们也来买书？他的语气尴尬，眼神都有些闪躲。柳如烟挑了挑眉，显然不信，却没戳过，反而笑着邀请：这样啊，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你去吃肯德基？他可是被苏清雪威胁来的，任务就是搞定周野，给苏清雪创造和林峰碰面的机会。周野心里急得不行。
行，林峰还在里面结账，万一出来看到苏清雪，指不定又要闹得不愉快。他只能忍痛拒绝，不了，我打算去看电影，你们应该挺忙的，就不打扰了。我们不是一个方向，心里却在默念：小峰，你千万别那么快出来啊，我们不忙。柳如烟立刻接话，假装没听出他的拒绝。你要去看电影啊？那正好，我们也没事，一起去呗。看完电影再一起吃肯德基，下午还能去海洋公园。要是你想去鬼屋也可以。周也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，直接急眼了。我都说了不方便，你们爱干啥干啥去。柳如烟赶紧捂住他的嘴，压低声音，别说话，一会儿所有消费我都包了，你只管吃只管玩。海洋公园的票一张要699呢，你不是想了好久都没舍得买吗？这话一下戳中了周也的心思，他确实早就想去海洋公园了，就是舍不得门票钱。他犹豫了几秒，最终还是败给了免费游玩的诱惑，扭扭捏捏地问：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？下午去海洋公园，你买票？当然是真的，全都包在我身上。柳如烟拍着胸脯保证又状似不经意地问：对了，你们买的是几点的电影票？什么座位？我们在电影院里等你们，这样林峰也不会起疑心，多好。周也不得不佩服柳如烟的社交能力，这才几分钟就把他策反了。他点了点头，行吧，我们买的是10点半的票，座位在中间排的7座和8座。没过多久，我结完账从书店里出来，看到只有周也一个人在门口，疑惑地问：你怎么站在这儿等？刚才没看到你，还以为你先去电影院了呢。对了，你买的是什么电影？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？周也赶紧收敛心神，给了我一个安心的笑容。没事，刚跟一个同学打了个招呼，电影是10点半的，现在过去还能买爆米花。走吧。两人并肩来到电影院，检票后走进放映厅，我按照票根找到座位，刚坐下，旁边的空位就有人跟着坐了下来。由于里面的灯光比较昏暗，我也没仔细看，所以没注意旁边的人是谁。今天我们看的电影是比较经典的《大话西游》，我瞬间就被电影给吸引了。虽然我已经反复看过很多遍，但还是会被感动。《大话西游》里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，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才追悔莫及。如果重来，我愿说我爱你10000年。这句话是这部电影的精髓，也是最感动我的地方。可如果重来，我是不愿意的，我不会回头了。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滑落下来，直到电影结束，我也没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。自然我也没看到一直坐在我身边的人就是苏清雪，她看到我看电影一直在哭，想给我递纸巾，又怕我生气，想安慰我让我别哭，想告诉我电影都是虚构的，又怕打扰我看电影。于是整整1个多小时，她的心思全都在我身上。也是这一刻，她才发现原来我也是会哭的，而且我特别能哭。直到出了电影院，我才收拾好自己的情绪。对不起啊，一直都没顾得上你。我特别喜欢看这部电影，我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。其实我就是想到了当时的自己，爱而不得，十分不值。周也心虚的摇头，没事，饿了没？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我这回哪里还会拒绝他？好地方你选，我请客。周也手机上已经和柳如烟商量好，他们要在肯德基来个偶遇，然后一起用餐，最后再一起去海洋公园。周也带着我来到了肯德基，就在电影院附近，只要5分钟路程。今天刚好肯德基爆满，正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，柳如烟朝我们招手，真的好想你们也来肯德基用餐，要不我们一起？我看到坐在不远处的苏清雪本能的拒绝道，不了。周也一脸哀怨的看着我，你知道的，我想吃肯德基好久了，要不是你今天在电影院磨蹭了会儿，我们也不至于连个位置都没有。你还不想让我吃肯德基，你就是在虐待我。我刚想脱口而出的话就这样止住了，我笑得很勉强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话音刚落，就被柳如烟拉到旁边的位置上坐下，我刚好被安排在苏清雪的对面。她人高腿长，大长腿几乎没处安放，和肯德基的环境格格不入。柳如烟和周也非常忙碌，他们去点餐，一会儿拿着全家桶，一会儿拿着冰淇淋。柳如烟心里很想说，他这到底是图什么？为什么最后倒霉的是他，请客掏钱的是他，忙碌的还是他？东西都上齐之后，我只拿了一个汉堡和一杯可乐，其他的都没动，还有很多，你怎么就不吃了？柳如烟一边啃着鸡腿一边问道。我笑着解释，不饿。对面坐着冷冻冰箱，谁能吃得下？就好像谁欠他钱一样。一会儿你们有什么安排？柳如烟活络气氛。周也装作不经意地说，下午我们想去海洋公园看河豚，你们呢？要不要一起？我笑着摇头，心里却在想，你觉得苏清雪会和我们一起去海洋公园？她肯定会说，这么无聊的地方，我才不想去。柳如烟忙点头答应，好啊，刚好我们也没去过海洋公园，一起正好。突然她还捅了捅苏清雪的手臂，是不是啊，我的大小姐，要不要一起？你倒是说句话。苏清雪的气质根本不适合这里，她就不像会吃肯德基的人。她优雅地擦了擦手，那就一起吧，反正也闲着，这么勉强，为什么要去？我看了一眼周也，要不我们改天，今天我突然有点事。周也眨着大眼睛看着我，你还是不是兄弟了？你是知道的呀，高2的时候我就想去海洋公园，你忍心不陪我去吗？下次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不会要等我大学毕业都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吧？我想到以后就要和他分开，可能以后真的没机会陪他一起了，于是点头答应，行，走吧。苏清雪和柳如烟也没想到我原来吃这一套。苏清雪虽然目的达到了，但是心情却不是很好，因为我对周也特别好，好到他都要嫉妒了。以前我都是对他这么好的，可今天在一起，我一句话都没跟他说，甚至一个眼神都没给过他。因为海洋公园建在郊区，所以柳如烟开车带着我们过去。周也很有眼力见地坐到了副驾驶位，我尴尬的和苏清雪坐在后座上。以前我们经常一起坐车上下学，但现在我却莫名感到尴尬，甚至觉得今天和他一起去海洋公园很不可思议。苏清雪是谁？她怎么会无聊到去海洋公园呢？她的钱多得花不完，时间也被排得满满当当，就连1个小时都没分给过我。现在我想通了，不是她没时间，只是她没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我看着车窗外发呆，柳如烟感到车内的
气压越来越低，开始找话题。小峰，最近怎么没看到你？你在忙什么？我被拉回思绪，笑着回答，最近在奶茶店上班，反正假期很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柳如烟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，在奶茶店上班辛苦吗？你要是实在想打工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到我家公司上班，做文员待遇高也不累，还是办公室的工作。我摇头拒绝，谢谢你，那份工作我很喜欢，等有机会我请你喝杯我做的奶茶。柳如烟硬着头皮答应，心里却想，这天还不如不聊呢。周也把话题接过去，小峰，下次你什么时候休息？有什么安排吗？我其实不想说，但觉得气氛太奇怪，还是接了话，估计是1个星期之后吧，暂时还没有什么计划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下次休息要去孤儿院看院长和孩子们，但我只想一个人去，特别是不想让苏清雪知道。聊着天，海洋公园很快就到了，4人下车，柳如烟早就网上团购了票，说团购便宜，同学一场，你们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这话是对我说的，因为另外2个根本没对他客气过，我还是很礼貌的给他转了699元过去，毕竟我们不熟。我虽然有点心疼这钱，但能陪周野的机会也不多了。等我离开后，他知道我没考上清北大学，肯定会怪我。我也没想到还会和苏清雪有这样的经历，这也算是弥补上辈子的遗憾吧。周野很快就被到处的海洋生物吸引，让我帮忙拍了很多照片。柳如烟是个人精，渐渐就成了摄影师，还不时让我和苏清雪合影。最后我还是和苏清雪一起拍了1张照。柳如烟心里很想夸自己是个小机灵，终于弥补了毕业照那天的遗憾。最后4人还让路人帮忙拍了1张合照，我和周野各自都留下了很多照片。直到游玩结束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6点钟，4人出了海洋公园。柳如烟提议，这么晚了，大家又饿又累，不如吃了晚饭我再送各位回家。苏清雪一句话都不说，不管柳如烟说什么，她好像都同意。我也纳闷，大小姐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？周野双手赞成，我好饿，现在估计能吃进去1头大象。我也没意见，在一起都这么久了，再拒绝也太矫情了。最后柳如烟带我们到了一家私家饭店，这里的龙虾很好吃，今天你们有口福了。柳如烟在吃喝玩乐方面那是无师自通，点餐的时候她大手一挥，直接点了50斤龙虾，10斤牛肉，你们还需要什么自己点，有什么忌口的提前说。柳如烟考虑的面面俱到，让人觉得很舒服，我没什么意见，摇了摇头。苏清雪不爱吃辣，也不爱包小龙虾，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。柳如烟点的菜倒是很合我的口味，菜不一会儿就都上桌了，我此时也饿了，便只顾着吃自己的，根本没抬眼看苏清雪一眼。苏清雪烦躁地看着面前的小龙虾，估计也只有我能读懂她眼底的不耐烦。还好柳如烟点了其他的菜，苏清雪只能将就着吃，因为这里的菜都是重口味，几乎每道菜都加了葱蒜香菜。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会跟服务员按照她的口味交代清楚，但现在我不会了，她自己都不开口，我又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4人吃饭，只有苏清雪一个人冷着脸，其他3人都吃得很开心。回去的路上，先送了周野，然后剩下我和苏清雪。这么久以来，这也是苏清雪第一次和我一起回家。柳如烟自己开车离开后，我走在前面，苏清雪就跟在我身后走进别墅。你为什么要去打工？你没钱花，为什么不和我说？这是她今天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她，我不是没钱，只是想体验生活。你只是从来没了解过我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把工作辞了，如果你想工作，我可以给你安排。苏清雪用自以为是的语气说着对我好的话，我摇了摇头，谢谢大小姐，但是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，今天很累，我先上楼了。苏清雪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眉头皱得更紧，明明是为我好，为什么我还是一脸不耐烦？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顺着她了？是不喜欢她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她的电话响了起来，她看了一眼手机，来电人是爷爷，语气瞬间带上几分轻蔑。爷爷这么晚还没休息？苏爷爷笑着说道，刚喝完药，正打算躺下，这不是好久没见你了吗？你们都高3毕业放假了，你也不说来看看爷爷。苏清雪原本是想去的，但因为想留在我身边，所以才没去。她顺着话头说，爷爷，我最近正在练车，等驾照下来，就和柳如烟一起去看你。苏爷爷忽然争色道，其实是有件事要跟你说，你现在已经成年了，作为苏氏的继承人，也该接受一些特殊的训练和考验了。苏清雪知道这是她推卸不掉的责任，当即也端正态度，爷爷，我明天就过去找您。苏爷爷这才满意点头，那我老头子就在这儿等你。爷爷，林峰想留在这里。苏清雪忐忑地问，他格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走。苏爷爷叹了口气，清雪，小峰不是我们苏家的人，去哪都是他的自由，一切得看他的意愿，除非他自愿，不然爷爷也只能打电话问我。苏爷爷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平时我们俩关系不是最好吗？现在竟然需要他来从中调和。爷爷，如果我想让他一起呢？苏清雪突然开口，苏爷爷立刻明白了孙女的心思，这样吧，我去问问他，再给你答复。很快苏爷爷就拨通了我的视频电话，当时我正坐在书桌前翻看今天买回来的书，接到视频时难免有些吃惊，还是礼貌地打了招呼，爷爷您还没休息？苏爷爷笑呵呵地说，刚喝完药，马上就休息了。最近你和清雪相处的怎么样？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爷爷，我们挺好的，现在这里一切都好，您不用担心。苏爷爷话锋一转，问起了高考，那高考怎么样？是不是考上和清雪一个学校了？我沉默了片刻，抬头认真地说，苏爷爷，我不想骗你，我没和大小姐报同一所大学。我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我明白当初您把我从孤儿院接到苏家的意思，您是希望我一直陪在苏清雪身边长大，如果不能成为夫妻，那就做她最好的助理。本来我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您能给我最好的条件，我本该感恩戴德，但所有的错误都从上辈子我和他酒后发生关系开始，一切都变了，偏离了原本的轨迹，我的价值被打了折扣，好不容易努力了那么多年，最后却只配在家里当保姆，老婆不把我当回事，结婚6年也没个孩子。说到底，我从头到尾都活成了个笑话。现在上天再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想自己选。纵使苏爷爷见多识广，也被我这番话惊到了。好半晌，他
他才开口：“小风，你自己决定好了，一定要这样做吗？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我的声音轻轻冷冷，语气却格外坚定：“苏爷爷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大小姐那么优秀，根本不需要我。谢谢苏家这3年来对我的照顾，如果需要，我明天就可以找房子搬出去。”苏爷爷沉默了半天，才缓缓开口：“小风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苏家老宅还在那儿，那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清雪那边你放心，我明天就让他来我这儿，不会影响到你。只不过你们要是有什么没说开的事，最好说清楚，别留遗憾。”我还是被苏爷爷的话感动了。其实我一直很渴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前世我爱苏清雪，以为只要有她在的地方就是家。现在我早已把这个住了3年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谢谢苏爷爷，我想好了，下个月初学校开学，我住到这个月底就走。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苏爷爷怎么会不明白？我越是客气，就越是想和苏家撇清关系。想到苏清雪之前说的要强求，他心里也没底，不知道这到底是福是祸。挂了电话，我反而松了口气，终于说清楚了，尤其是对一直爱护我的苏爷爷说开了，往后离开也能少些负担。虽然学校不是下个月初开学，但我可以先去那边适应环境，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人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照常去奶茶店上班，完全不知道今天是苏清雪去参加苏家秘密培训的日子。苏清雪发现我没打算跟她走，也知道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，便让司机把车开到我工作的奶茶店附近。远远看着我应对自如的招呼，客人笑着递出一杯杯奶茶，只是我身边帮忙的那个女生怎么看都碍眼。她当即给柳如烟打了电话，让她把我和那个女生的排班分开，还特意强调跟我一起工作的只能是男生。柳如烟在电话里嘲笑她，才这样就受不了了，还不承认喜欢林峰。苏清雪没好气地说：“废话真多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心里却默默念着：如果这是你的选择，我尊重你，到时候清北大学见。当天晚上我才知道苏清雪已经离开了，我沉默地吃完晚饭，没说一句话。10天后，我拿到了奶茶店1个月的工资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其实属于我的东西不多，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就装完了。第11天，我用这1个月挣的钱买了些礼物，去了趟孤儿院。院长妈妈看到我，高兴地拉着我聊了很久。我跟院长妈妈道别，我打算去上大学了，明天就出发，之后可能没办法经常回来看看孩子们了。院长妈妈既不舍又欣慰，反复叮嘱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郑重地点头，谢谢院长，我一定会的。当天我就买好了离开的火车票。第12天，华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苏家。第13天上午，我约周也去看了一场电影，他不知道那其实是我在跟他悄悄道别。下午3点，我一个人拎着行李箱坐上了离开的火车，我没通知任何人，走得悄无声息。这座城市好像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所有人的生活都照旧，我的离开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。我坐在火车上，看着窗外那个生活了18年的城市渐渐远去，京城苏家老宅，还有那个让我牵挂又想放下的人，都被远远抛在了身后。另一边，苏清雪在老宅处理苏氏集团的部分事务，对这些苏清雪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作为苏氏的继承人，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。工作期间，她的手机被没收，自然也不知道外面的消息。这天教练把手机递还给了她，休息1天之后还要进行半个月的强化训练，好好回去休息。我对你接下来的表现很期待，你会是苏家最优秀的继承人。苏清雪接过手机，神情依旧淡漠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手机刚开机，班级群里的消息就弹了出来，是班长昨天发的，明天是我生日，正好大家之后要去不同的城市上学，各奔东西了，趁这个机会聚一聚，所有人都要来啊！下面的同学纷纷响应，还有人在群里问林峰会来吗？苏清雪想到那个总是安静待着的我，心里泛起一丝委屈，没良心的1个月没见，也不知道想他。这种场合我肯定会参加的。毕业聚餐那天，我还唱了一首歌，他到现在都存在手机里，一想到马上能见到我，他的心情竟莫名激动起来。他匆忙洗了个澡，挑了件红色的长裙，对着镜子照了照。他记得我好像喜欢他这样穿。收拾好后，苏清雪先去见了苏爷爷，简单道别后就出发去城。他因为太过激动，没注意到苏爷爷欲言又止的表情，这样雀跃又期待的心情，他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。此刻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对我的感情，有期待，有激动，还有一丝忐忑。不过是1个月没见，他竟然会对我产生这样强烈的情绪。现在他只想快点见到我。从京城到城开车需要4个小时，等他赶到城时已经是晚上6点。柳如烟早就等在岔路口接他，一见面就上下打量他。1个月没见，变化不小啊，不错不错。也只有柳如烟敢在他面前随意开玩笑，哟，还特意打扮了一番，真难得见你这样，不会是为了见我才穿这么漂亮吧？苏清雪习惯性地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，少贫嘴，快开车。柳如烟笑着发动车子，急什么？不就是想见某人吗？再耐心等几分钟。今天班长说了，所有人都要来，他人缘那么好，林峰肯定也会去的。苏清雪望着车窗外飞逝的风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和我分开了1个月，这是2人相识以来第一次长时间分离。以前我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他身后，整整3年。他本以为自己对我只有厌烦，却没料到此刻竟会如此迫切地想要见到我。包厢里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，气氛正嗨。柳如烟和苏清雪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。大家本以为他们不会来，毕竟我也没来。在所有人眼里，我们3人向来是一体的。以前我总跟在苏清雪身后，柳如烟、苏清雪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，来晚了，说好6点，现在都6点半了。来来，先自罚1杯。一个和柳如烟关系不错的男同学喊道。柳如烟二话不说，接过酒杯就干了。那同学又看向苏清雪，声音稍小了些：“苏小姐，你也来1杯吧。”苏清雪今天心情不错，很给面子的接过酒杯一饮而尽。大家见她这般随和，也不敢太过放肆，连忙让出位置让她坐下。整个大包厢气氛热烈，苏清雪的视线却扫过整个包厢，迟迟没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她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杨坚那边。我和周野关系最好，既然周野来了，按说我也该和他一起，可周野却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闷酒，仿佛周围的欢乐都与他无关。柳如烟也发现了异样，走过去坐在周野旁边，夺过他手中的啤酒。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？经过
过上次4人一起看电影，去海洋公园，两人关系明显近了很多。周野本就没怎么喝过酒，这会儿喝了半瓶，脑袋已经昏昏沉沉。是你啊，柳如烟，我喝的不是闷酒，是不开心的酒，你知道吗？小峰他去学校了，他竟然撇下我一个人走了，不讲义气。你说他是不是知道那天的事，在生我的气？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你知道他考的什么大学吗？你肯定想不到。说完又喝了一口，这酒真难喝，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喝。柳如烟愣了半天，没反应过来自己听到了什么，他再次夺过周野手中的酒瓶，带着急脾气吼道：周野，你别喝了，清醒点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你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他瞥了一眼旁边面无表情的苏清雪，刚才还心情颇好，此刻周身却仿佛笼罩着冷空气。周野哪里管他们是什么表情，直接趴在桌子上彻底醉过去了。柳如烟使劲摇晃他，周野，这时候你还睡什么睡？起来回答问题！他动静太大，引得所有人都看了过来。班长走了过来，你们是在找林峰吧？我也知道他今天没来，他半个月前就离开了，应该是去上大学了。班级群也退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。其实班长知道我报考的是华北大学，但既然我不想让大家知道，他便索性不说。他话音刚落，整个包厢顿时安静下来。柳如烟此刻根本不敢看苏清雪，完全能想象他此刻心情有多差，脸色有多黑。我记得当初林峰的大学申请表填的是清北大学啊，还是我们帮他交的，他怎么可能去上别的大学？班长想了想，开口道：应该是他后来找班主任改了志愿，其他的我也不清楚。按说林峰和你们俩关系更近一些，他应该会跟你们联系才对。可事实是，高考毕业后我就没主动跟他们说过一句话，对苏清雪更是像对陌生人。苏清雪再次扫视包厢，确定没有我的身影后不再停留，转身就走。此刻他心里一片混乱，原本满心期待见到我的那颗心，像是被人狠狠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我走了，不要他了。其实他早该知道的，可惜还是高估了自己。清雪，你等等我，你去哪？柳如烟连忙跟在他身后。苏清雪拦了辆出租车，直接往苏家别墅赶去。20分钟后，他从车上下来，别墅里一片漆黑，他怀着一丝期待走进客厅，客厅依旧一尘不染。难道我还住在这里？林峰，你在吗？没有人回应。苏清雪不死心，快步走上楼梯，来到我住的卧房门前，犹豫片刻后，他推开了房门，房间里还弥漫着我的气息，却不见我的人影，一种莫名的空虚感瞬间袭来。原本摆放着我书籍的书架，如今空空如也，那些被我翻阅过无数次留下独特印记的书本就这么消失了，就连平日里我随手放置的笔记本也不见踪迹，仿佛这个房间里所有与我相关的事物都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好像我从未在这里生活过一样，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痕迹。苏清雪颓废地坐在床上，拿出手机打我的电话，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女声：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她不死心，一遍又一遍地拨打，听筒里一遍又一遍传来同样的声音。她又试着给我的 VX 打视频，聊天页面却跳出一个红色的感叹号，我把她的 VX 拉黑了。林峰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她喃喃自语自问，两人认识这么久，她并没有做什么特别过分的事，让我非要做到这个地步。她甚至都没跟我表过白，连自己喜不喜欢我都不确定，我至于做得这么绝吗？玩失踪这一套，真以为她离不开我？可笑，想当她跟班的人不计其数，以前不过是看我是个孤儿，可怜我罢了，谁会真的在乎？既然这是你的选择，那我也不会去找你。林峰，如你所愿。苏清雪说着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这个曾经有我生活过的地方。柳如烟一直在楼下等着，看到她阴沉可怕的表情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清雪，你没事吧？林峰到底在哪？我们要去找他吗？苏清雪瞥了他一眼，送我回京城老宅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林峰这个名字，他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了。柳如烟知道他心情不好，不敢多问，乖乖开车往京城老宅赶去。你想在这里住，还是回你自己家看你自己？苏清雪丢下这句话，就直接去找苏爷爷了。柳如烟的老家本就在京城，当初是自愿跟着苏清雪去城上学的，而苏清雪会去城，是因为初3时遭遇绑架拐卖，机缘巧合下被我救了，但她当时因为受伤发了高烧，把关于我的记忆全忘了，所以一直以为我只是苏爷爷领养回来的人。苏爷爷为了他的人身安全，才让他直接在一城上高中。其实事情远没那么简单，让苏清雪留在一城，确实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。苏清雪敲门走进苏爷爷的书房，苏爷爷看到他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淡淡开口：你都知道了。苏清雪点了点头：爷爷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苏爷爷重重叹了口气：清雪，爷爷只能告诉你，林峰不欠我们苏家的，他的来去都是自由，以后你就不要再找他了。苏清雪还是不甘心：爷爷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他要离开？他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离开的？苏爷爷无奈道：在你离开一城的那天晚上，他就告诉我说报考了别的大学，还表明了要离开的决心，让我不要挽留。林峰是个好孩子，既然你们无缘就算了吧。苏清雪反应异常平静：好的，爷爷，我知道了，放心，是他先离开的，我不会去找他。苏爷爷看着他这样，心里反而更不安了。清雪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进行强化训练。如果苏清雪表现出哪怕一丝在乎，他反而不担心，可他越是平静，苏爷爷心里越没底。自己的孙女他太了解了，如果不是对我动了心，不可能容忍我黏在他身边3年。现在我不告而别，他怎么可能真的平静？苏爷爷心里清楚，年轻人的事终究要他们自己经历才算圆满，只希望苏清雪不要太钻牛角尖。只是没想到我竟如此决绝，说离开就丝毫不拖泥带水。当初他明明看得出来我是那么喜欢苏清雪，可我到底去了哪里，就连他也不知道。此时的我已经在华北大学待了半个月，因为调香系比较特殊，这个系的老师常年都在学校，开学时间也比其他专业早。我来学校报到后顺便办理了入住。调香系和其他科目不同，要学习的内容很多，包括中医理论知识、西医理论知识、所有植物药材的理论知识，以及调香的理论与实践课程。还好我前世在清北学过医，对药材的理论知识十分了解，所以学起调香来并不费劲。短短半个月，我就已经小有成就，能制作出纯度30的凝神香了。调香的好坏是以纯度划分等级的，纯度越高，等级越高。凝神香并非需要多年调制的香料，它的难点就在于
于纯度。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凝神香，纯度最高的也只有60。我看着手中刚制作出来的凝神香，眉头紧皱，不解地问我的导师：贺老师，我到底是哪个步骤没做到位？为什么差这么多？贺老师其实已经被我能制作出凝神香这件事感到惊讶，更何况纯度还达到了30，而且是一次就成功。我才学了短短半个月，显然是天生适合学习调香的人才。可即便这样，我还不满足，还在反复找原因。贺老师想到曾经的自己，尴尬地咳了咳：林峰同学，第一次就能成功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凡事不能急于求成，你才刚学习了半个月，老师相信你未来一定能制作出纯度更高的香料。老师，我觉得我好像又找到了感觉，还有药材，我再试试。贺老师顿时一头黑线，原来我根本不需要安慰，白浪费了那么多口舌。贺老师对我期望很大，便安静地等在旁边。我把制作凝神香的几味药放进气罐里，思索着药材的药性，最后将一味寒性药材换成了一味中性药材。半个小时后，新的凝神香出炉了。刚打开气罐，一阵阵香味就扑面而来。贺老师此刻再也淡定不了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普通的凝神香怎么可能散发出如此浓郁的香味？这纯度最少都已经达到60了。闻着香气，他快步走了过来。我凝视着改良后的凝神香，他接近半透明状，疑惑地问：这是因为纯度提高了吗？老师，您看看，我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这个凝神香的纯度有多高？看着挺奇怪的，我是不是做失败了？可是按照我对药性的了解推理，这样应该才更加完美才对。贺老师名叫贺倩，是调香世家贺家人。他因为资质普通，今年40岁了，也只有中级调香资格证，到现在最多只能调出纯度50的香料。家族对他失望，所以他才被发配到苏城，管理整个苏城的调香协会。本来他以为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，浑浑噩噩混完一生。可此时看到我调制出来的凝神香，整个人精神一振。他对着我比了个虚的手势，小心翼翼地拿起我刚制作出来的香料，先认真闻了闻，再仔细端详，最后小心翼翼地拿到检验纯度的仪器处检测。3分钟后，叮的一声，仪器上显示凝神香纯度65。贺倩的呼吸几乎都要停止了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全世界目前制作出来的凝神香最高纯度也才60，而她自己最多只能达到50。可她这个才学了半个月的学生，只实验了第2次，就制作出了纯度高达65的凝神香。这一刻，她看向我的眼神都泛着绿光，我仿佛成了她后半生的所有希望。林峰同学，你刚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能不能把制作步骤告诉老师？2次制作纯度提高了这么多，这2次你做了什么？她急切地想知道原因，想知道提高纯度的秘诀，也想知道我和贺家其他天才有什么区别。难道自己就真的如此愚笨不堪？我没想到贺老师平时看着挺正常，调起香来竟会如此吓人，便解释道：我就是把其中一味寒性药材换成了这个。你想，凝神香是用来凝神的，寒性药材肯定不合适，对使用者的身体也不太好。可惜我们这里没有阳性的药材，用火草替代的话，效果应该会更好。贺倩马上按下录音笔，把我说的话都记了下来。我继续说道：我也只是试一下，因为以前学过药理，制作过药剂，想着制作香料应该和制药的原理差不多，所以才尝试了一下，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。我把自己知道的、想到的全都说了出来。贺倩听完十分激动：林峰同学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！你在这里稍等片刻，我立马让人送火草来，我们再实验一次。他立刻给助理打电话，让对方5分钟内把需要的药材送过来。助理好久没见自家老板这么激动了。老板被发配到苏城10年，早就渐渐变得麻木，可今天听声音简直像换了个人。但老板说要5分钟送到，他就算飞也飞不过去。最终8分钟才赶到实验室。助理刚想开口说抱歉，贺倩根本没工夫理他，接过药材就立马递到我手上，紧张又期待地看着我：你再试试。我也不知道贺老师为什么这么紧张，不就是再试一次吗？我接过药材，这次换上火草一起放入气罐中开始制作。我先是用大火，等温度慢慢升高后，再换成中火，最后用小火。半个小时后，香料炼成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刚想有所动作，贺倩比我快1步上前，助理被老板激动的神情感染，也紧张地站在旁边。气罐被掀开，一股股浓郁且纯度极高的香味扑面而来。贺倩颤抖着小心拿起香料，先闻了闻，再仔细端详。助理跟在老板身边多年，自然知道香料的好坏，忍不住惊叹：好漂亮的颜色，接近透明，这纯度最少都在80以上。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纯度这么高的凝神香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凝神香，被它的美惊到了。遗憾地说，好美。如果制作香料的器具是用和田玉做的，颜色和纯度应该还能更透明一些。本来以为这样已经是最完美的作品，没想到还能更精进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贺倩心里十分激动，这些事情她从未听说过。炼料不是用玻璃最适合吗？而且刚刚看我制香是火候一直在变化，难道这些都有讲究？我笑着说，老师，那些先不提，我们还是先测试一下这纯度到底是多少吧。我也比较好奇。此刻我终于有了点成就感，忙活了半个月，终于有了突破。贺倩小心翼翼地把香料放到测试机上，3分钟后，叮的一声，仪器上显示凝神香纯度95，她的呼吸几乎停止，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全世界目前最高纯度的凝神香才60，而她这个学了半个月的学生，第3次实验就做出了纯度95的香料。这一刻，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如果真如我所说，用和田玉器具制作纯度能达到100吗？贺倩激动了整整10分钟才平静下来，对助理说：小刘，你现在马上去找最好的和田玉打造出这个模具，记住要1比1还原。助理这时才回过神，连忙应道：好的，老板，我这就去办，3天内保证完成任务。说完就匆匆离开。贺倩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下午5点，便对我说道：林峰同学，欢迎你加入调香系，现在是吃晚饭的时间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请你吃晚饭。
如果方便，你能详细和我说说刚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吗？我其实不太明白贺老师为什么这么激动，也不懂他为什么对一个问题反复追问，但出于对老师的尊重，我还是同意了邀请，并且把他提到的问题一一详细解答。老师，其实我就是占了会制药的便宜，我是孤儿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孤儿院的院长是位中药大夫，靠着给别人看病卖药材和制药来养活院里的孩子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就学会这些了。我解释道：林峰，我能拜你为师吗？贺倩突然说道，这句话直接把我惊呆了。我吃惊地看着贺老师，吓得站了起来。他都可以当我妈妈了，竟然想拜我为师，而且表情还那么认真。贺老师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才刚学调香15天，什么都不会，怎么当您的老师啊？贺倩叹气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同意，毕竟我的资质太差了。我忙安慰道，您太谦虚了，您是调香系的老师，怎么会资质差呢？我真的不是嫌弃你，只是我确实什么都不会，才刚开始学而已。贺倩解释道，你是我见过调香天赋最高的人，不出1年，你调的香就会被全世界追捧，到时候想认识你，拜你为师的人会不计其数，我哪里还有机会？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这么高的评价，毕竟前世我的生活都围着一个女人转，工作1年后就成了家庭主妇，还做得一塌糊涂。曾经我一度怀疑自己，否定自己，重活一世，我只想实现自己的价值，做喜欢的事，对社会有用的事，能成为厉害的调香师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贺老师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心里无比激动。贺倩笑着点头，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调香能力，但可以相信我的看人眼光。你的调香天赋高得可怕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成为最厉害的调香师。我被说得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梦想实现的样子。贺老师，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如果等我成为顶级调香师的那天，您还想拜我为师，我一定会同意。只是现在我资历太浅，我们还是互相交流吧。您依然是我的老师，毕竟您是我进入调香界的领路人。贺倩更加激动了，谢谢你，林峰同学，是你给了我希望，我一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起来。回头我就去给你找几本专业书。晚饭结束后，我们分开了。我拿着贺老师给的书认真翻看。此时学校还没正式开学，寝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住。想到贺老师的话，我心里很激动。也许我真的能成为前世羡慕的样子，来这里真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在这里我认识了贺老师，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天赋不高，但他无疑是我的伯乐。半个月来，我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实验。今天贺老师突然急匆匆地喊我去实验室，说有属于我的惊喜在等我。我匆匆赶到实验室时，一眼就看到了用顶级和田玉打造的制香器具，莹润的玉色在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，纹路流畅又精致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我忍不住赞叹。贺倩解释道，本来以为制作起来不难，没想到竟然花了半个月时间，主要是顶级和田玉不好找，这么大一块更是难寻，所以才耽误。前世作为苏家女婿，我也算见过不少珍品，但这样成色的和田玉器具确实少见。我赞同的点头。贺老师，这东西确实难得，价值不菲又珍贵，用来制香会不会太暴殄天物了？旁边的助理小刘连忙说，林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老板就是个爱香如命的人，只要能做出好香，这点投入不算什么，您快开始吧，我们都想看看会不会有奇迹。贺倩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这半个月里，她泡在实验室的时间比过去半年都多，跟着我学习的技巧，让她调出的香料纯度从50提升到了70，离高级调香师仅一步之遥。我不再犹豫，将提前准备好的药材逐一放入和田玉器具中。制作开始后，我的手法比之前更细腻，玉器和玻璃的受热程度不同，火候必须跟着调整。最关键的是要让所有药材均匀受热，既不能过热破坏药性，也不能温度不足导致融合不充分，这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极高。好在我从5岁起就帮院长制药看火，早已练就了娴熟的手感。老师您之后多练几次就好了，这和手感有很大关系，熟练了自然能掌握。知道贺倩求学心切，我向来对她不藏私，一边调整火候，一边把关键技巧说给她听。40分钟后，制香结束，整个实验室里大概只有我还算淡定，连续专注操作让我有些累，拿过纸巾擦了擦额角的汗，而贺倩早已激动得全身颤抖，连手都控制不住的发抖。小刘也按捺不住，小声劝道，老板，您要是紧张，要不我先去看看。他跟着贺倩多年，知道之前95纯度的凝神香已是罕见，此刻想到即将出现的可能更高纯度的香料，心脏都跟着加速跳动。贺倩深吸一口气，亲手打开了和田玉器具的盖子，一股比之前更浓郁更清透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她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捧出里面的香料，那香料通体银白，近乎透明，质地细腻得像凝结的月光，连一丝杂质都没有。她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眼神里满是震撼，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。我却只是淡淡开口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这样就完美了。老师，您要不要先去检测一下纯度？贺倩这才回过神，忙不迭点头，捧着香料快步走到检测仪器前。5分钟后，叮的一声脆响，仪器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凝神香纯度100。贺倩的呼吸几乎停止，嘴里反复念着100，真的是100。我对着小刘比了个先离开的手势，小刘此刻虽被震撼到，却还是恭敬地点头应下。直到我离开实验室1个小时后，贺倩才彻底从激动中平复，突然放声大笑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她抓着小刘的胳膊不断重复，眼眶却渐渐红了。我终于知道问题在哪了，原来不是我愚笨，是他们根本没告诉我制香的核心奥秘，只是找个借口把我赶出京城啊。小刘看着自家老板失态的样子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贺倩本是贺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却被亲人陷害，发配到苏城整整10年。老板，我不后悔跟着您。小刘声音有些哽咽，我永远记得您当初对我的恩情，跟着你，我从来没后悔过。今天是9月3号，学校正式开学，校园里到处都是报到的学生，格外热闹。我回到寝室时，里面多了一位室友。
她穿着黑色工装裤，头发剪得利落，一看就透着股又酷又飒的气质。见我进来，她主动伸手：“同学你好，我是张浩，大2调香系的，以后就是室友了。”我也礼貌地回我：“林峰，大1新生，也是调香系的，挖小学弟的，真帅。”张浩眼睛一亮，又有些疑惑：“不过你怎么这么早就住进来了？学校允许吗？我大1的时候可没这待遇。调香系不是提前半个月开学吗？我接到入学通知就来了，寝室也是学校安排好的。”我解释道。张浩恍然大悟地张大嘴巴：“原来如此，可能每年安排不一样吧。对了，我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，今天开学要忙的事多，等我晚上回来再跟你好好聊。”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我的性子本就慢热，不爱主动与人熟络，便拿出一本调香基础书，坐在书桌前静静翻看。下午3点左右，第3位室友也来了，他身后跟着帮他拎行李的妈妈，说话时带着被宠坏的傲娇，一进寝室就抱怨寝室太小，光线不好。我嫌寝室里有些嘈杂，便背着书包带了笔记本电脑去了图书馆。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，我想起贺倩对制香的痴迷，便打开文档，把凝神香的制作过程详细写了下来，从药材挑选、器具选择到火候把控，每一个步骤都标注得清清楚楚，尤其是火候调整的细节，还特意配了示意图，这样贺老师练习时就能少走些弯路。写完后，我又拿出贺老师之前给我的5张1级制香药方，慢慢研究起来。另一边，清北大学的校门口，苏清雪和柳如烟开着一辆拉风的跑车停下。经过半个月的强化训练，苏清雪周身的气场更冷了，眉宇间多了几分凌厉，原本还带着的一丝人间烟火气，也随着我的离开消失殆尽。柳如烟看着她这副样子，心里暗暗想，这下估计真要不食人间烟火了。可她刚想完，就看到一个男生故意往苏清雪身上撞，还顺势跌进了她怀里。柳如烟顿时愣住，以苏清雪的身手不可能躲不开，这分明是她允许的。她仔细打量那个男生，长得也算清秀，却和我差了不止一点。柳如烟凑过去，语气里满是看热闹的意味。苏清雪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她刚刚下意识以为撞过来的是我，对方的身形和发型有几分像，才没第一时间躲开。听到柳如烟的声音，她猛地回过神，往后退了2步，和男生拉开距离，语气淡漠的像在对一个物件说话。有时男生眼眶一红，带着委屈的语气说：“苏清雪是我呀，方圆，我们一起长大的，初中还是同学，你高中转校后就忘了我吗？他也是重生回来的，前世他设计雇人撞死我，却没料到苏清雪会因此变得疯狂，毁了他的一切。重生后他想通了，当不当明星不重要，只要能当上苏家的女婿，就能拥有想要的一切。所以这次他没出国，特意留在清北，就是为了抢在我之前靠近苏清雪。”苏清雪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她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，只觉得眼前的男生很麻烦，动不动就哭，哪像我，从来不在他面前示弱。在他的世界里，男人从来只分2种，林峰和其他人。不记得。他语气没有丝毫波澜，让开，我还要报名。说完就迈着长腿，头也不回地往报到点走。柳如烟连忙跟上，心里偷偷把刚才的一幕拍了下来，发进高中班级群里，配文：有人想碰瓷清雪，结果被当场冷落，心疼1秒钟。报完名后，他问道：现在去哪儿？总不能刚开学就回寝室吧？图书馆。苏清雪淡淡开口：我打算4年修双学位，计算机系和医学系，时间不多，得抓紧。柳如烟瞬间停住脚步，一脸不可思议：学霸的世界我真不懂。行吧，那我自己去玩了，有事手机联系。笑话，好不容易摆脱了高中的束缚，他只想好好谈恋爱，享受大学生活，才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。以后跟着苏清雪管好人际关系就够了，学习这种事还是交给学霸吧。柳如烟转身就约了清北的几个好友去学校附近的会所 VIP 包厢聚会。包厢里，其中一个女生突然拿出手机，打开一个网站，指着上面的照片说：你们看，这才叫绝世帅哥，可惜是华北大学的新生，不然我肯定追到手。柳如烟原本没在意，听到华北大学4个字却下意识凑了过去。看清照片上的人时，她瞳孔猛地一缩，照片里的男生穿得简单，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，阳光落在他身上。不是我是谁？下面的评论早已炸开了锅，这是哪个学校的？也太帅了吧！今年全国10大名校校草，他绝对能排第一。求资料，有没有华北大学的同学帮忙扒一扒？柳如烟耐着性子翻完所有评论，心里又惊又喜。这林峰一声不吭就跑那么远，还成了校草，可以啊。烟姐你怎么了？那个女生见他脸色不对，疑惑地问。没事，就是发现了件有趣的事。柳如烟笑了笑，又问：这是什么网站？还能看到其他学校的消息？女生把网站链接发给了他，说是全国知名大学联名网，专门分享各校的新鲜事。柳如烟立马在自己手机上打开，找到那条关于我的帖子，保存好照片，对着几人说：你们继续玩，我还有点事，账我已经结了，下次再约。他匆匆赶到清北图书馆，在最角落的位置看到了苏清雪，他正低头看着书，手指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，周身的冷意让周围的人都不敢靠近。柳如烟蹑手蹑脚走过去，突然抢过他手里的书。苏清雪连眼神都没抬，手指依旧没听，语气冷得像冰：有事说事，没事就走。哎呀，你这话可太伤我心了。柳如烟故意拖长语调：我可是第一时间来给你送林峰的消息，你要是不想知道，那我可就走了。林峰2个字刚出口，苏清雪的手指猛地顿住，她终于抬起头，那双淡漠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波澜，直直看向柳如烟。柳如烟强忍着笑，她要是敢笑出声，估计下一秒就会被苏清雪揍一顿。她拿出手机，找到那张照片，发到苏清雪的 VX 上，你自己看，这是不是林峰？苏清雪打开 VX， 看到那张照片的瞬间，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直到此刻，她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原来如此想念我。1个半月未见，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对我的渴望。可照片里的我过得似乎和以前没什么两样，甚至比从前更加阳光帅气。他在哪儿？这照片是哪里来的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柳如烟把那个全国名校联名网打开给他看，他在华北大学念的是调香专业，看样子过得挺好的。苏城到京城坐飞机都要4个小时，他跑这么远，估计就是不想和我们有任何牵扯，故意躲着我们呢。苏清雪薄唇紧抿，他又何尝不知道，本来他已经决定放过我。
可命运偏要让他看到关于我的消息，这让他怎么忍得住？我知道了，放心，我暂时还不会对他做什么。他顿了顿，突然问：“你说我们能看到华北大学的信息，那他们是不是也能看到我们这边的？应该能吧？”清雪，你要干啥？柳如烟有点发怵。苏清雪发起疯来，可没人能拦得住。学姐，你别用这么吓人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害怕。苏清雪拿过书，看似认真的继续翻看，语气却异常平淡。现在给我拍几张照片，要很漂亮的那种。柳如烟彻底懵了。苏清雪以前最反感对外拍照，除了和我一起时偶尔配合，从来不愿在镜头前多停留，但她不敢多问，乖乖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，又忐忑地拿给苏清雪过目。让她更震惊的是，苏清雪竟然亲自修起了照片，修完后用她的手机在那个网站注册了小号，发了3张上去，然后把手机还给她。好了，没你的事了，你去玩吧。果然这招效果显著，不到1个小时，帖子下的评论就过了上千条，几乎全是男生的留言。这美女是哪个学校的？好漂亮啊，还在图书馆学习，爱了爱了。谁有她的资料？求联系方式。查到了，她叫苏清雪，金圈苏家的小公主，今年清北保送的大一新生。这是什么人生赢家？长得漂亮，学习好，家世还好，我要追她。还有人把我的帖子也搬了过来，说今年10大名校的校花校草非我们俩莫属。方圆自然也看到了这些，极度的紧握手心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忙拿出手机把自己最帅的艺术照传了上去，又用小号在下面刷评论，把自己包装成人帅、学习好还是成功演员的人设，说自己靠努力拍戏站稳脚跟，家世还优越。瞬间他的帖子被大量转发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孤儿身世也被扒了出来，一时间网上开始炒作苏清雪和方圆才是天生一对金童玉女，把我说成妄图攀附的孤儿。方圆看到这一幕满意的去洗澡了，而这一切我毫无所知。我刚从图书馆回到寝室，另外3人都已经入住，正围着手机看帖子。作为华北大学的学生，他们自然关注着苏清雪和我的 CP 话题。见我回来，忍不住把网上的事告诉了我，我只是淡淡一笑，谢谢大家关心，我不在意这些，而且他们俩看着确实般配，以后就别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。我顿了顿，刻意加重语气，我真的不认识那个苏清雪，更不会喜欢她，没什么好生气的。话说多了，连我自己都快信了。眼底一闪而过的暗色没被任何人发现。寝室3人见我真的没不高兴，才转移了话题。你能想开就好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吧。我叫张浩，大2调香系苏城人；我叫江晨，大3调香系本地人；我叫霍子夏，大1调香系京城人；我叫林峰，大1新生，调香系苏城人。江晨爽朗的笑，看来我是最大的，就当你们的大哥吧。以后不管生活还是学习上有困难都可以找我。我在苏城生活了20年，熟得很。没想到我们寝室全是调香系的，还有位从京城来的小弟弟呢。霍子夏有些腼腆，说话声音很小，大概是因为脸上有块浅疤，显得不太自信。我刚来这里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说着，他从包里拿出3份礼物，分别递过来。这是见面礼，希望大家别嫌弃。我接过精美的包装盒，看着上面的 logo， 认出这是 iPhone 的全家桶。礼盒旁边的张浩已经打开了盒子，惊呼道：“这也太帅了吧！竟然是 iPhone 19 Pro Max， 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”霍子夏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这确实太贵重了，我也不能收。霍子夏像只受惊的小兔子，声音更小了：“不要钱的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求你们收下吧。”他说完就低下头，不敢看我们，生怕被拒绝。我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收下手机，真诚地说：“霍子夏，礼物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改天请你吃饭。”其他2人见状也高兴地收下了。他们大概没料到这个腼腆的男生竟是隐形土豪。其实我早就习惯了没有家人的日子，但其他3人从网上知道我是孤儿后，都忍不住心疼我。他们都有家人为开学做准备，只有我孑然一身。即便如此，我比谁都用功。开学第1天就泡在了图书馆。同一时间，苏清雪看着贴吧上苏清雪方圆天生一对的评论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她面无表情地打开电脑，手指飞快敲击键盘，短短几分钟，那个帖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做完这一切，她的心情才稍微好转。柳如烟凑过来看着她的操作啧舌，至于吗？为这点小事还需要你这位黑客大神出手？丑男多作怪，这种手段我小学就见识过了。苏清雪从冰箱里拿出1瓶可乐，仰头喝了一口。柳如烟不置可否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你和别的男生组 CP， 林峰看见了会不会吃醋？你不想看看他吃醋的样子，不想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你？苏清雪停下动作，赞赏地看了他一眼。从小到大，你就聪明了这么一回。说着，他又坐回电脑旁，把刚刚删掉的帖子恢复了，甚至添了把火，让他一直置顶在网页最显眼的位置。苏清雪自己都没察觉他已经被柳如烟带偏了，满脑子都是我不想让他无视我，要说牛还得是你，就没有你搞不定的事。柳如烟拍马屁道：“林峰现在8成也看到帖子了，要是他主动联系你问这件事，你会如实回答吗？”他发现苏清雪一提到我，周身的气场就柔和了些，显然很喜欢聊关于我的话题。苏清雪透过窗户望着外面的万家灯火，轻声问：“你说他会在意吗？”